Hello，欢迎来到阿姨在芬兰这个小系列的视频。最近关于芬兰加入北约这个事情，在我很多微信群都有讨论起来，也有以前朋友同事在国内的也都会私信问我，芬兰现在这边安不安全呀？那回答一下，我觉得大部分的芬兰人都还是按平常这样子的生活，虽然呢，经常在新闻里面都能够听到相关的报道、讨论，然后最近能够明显感觉到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在路上路过听别人聊天中文聊天，或者是在芬兰生活的外国人用英语聊天，都能听到和相关的一些话题，能明显感觉到大家都是有些压力的。当然，我觉得大部分人和我是一样的，就是希望世界和平，不要有战争。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吧。一开始确实是会很担心，因为毕竟在芬兰已经超过10年了吧，芬兰一直都是个中立国，虽然和对俄罗斯这个邻居一直以来都是有点忌惮的，但是毕竟中立了这么久，在4月初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他们说要加入北约的话，我是自己当然是有点惊讶的。那后来我就开始分析，芬兰加入北约以及可能和俄罗斯打仗的这个可能性是有多大呢？我以前一直对政治都是不感兴趣的，所以呢，频道里面我也想尽量保持不聊政治、不站队政治这样子。所以这个分析，我就只在我心里面保留一下。当我开始做投资、做理财了之后，我是需要了解国际局势，所以呢，从各个渠道我都会了解跟踪，形成自己的一个看法吧。以目前来看，我自己的结论是，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的战争一直在焦灼着，那俄罗斯同时想和芬兰开战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再看了看最近这2周的新闻媒体，政府动态，给我的感觉就是，芬兰政府有点想趁现在这个俄罗斯自顾不暇的时间，赶紧把加入北约的这个事情给办了。那接下来，我就想，那我作为一个星斗小市民，一个 nobody，我应该怎么应对呢？因为我以前有过一次拖家带口在欧洲逃难的这个经历，当时我们家是在米兰，然后呢，米兰是欧洲爆发新冠的这个初始点，我们是在开始封城的2天之后，我就抓着全家回到芬兰。当时这个经历是一点都没有准备的，
很狼狈，所以针对打芬兰和俄罗斯不知道会不会打仗这个事情，我觉得做好最坏的预案和准备吧。那第一件实质的事情呢，我是抓了我老公来商量，因为我要和他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会不会在某一种情况、某一种条件之下，我们一家是需要离开芬兰，去别的国家逃难的。那当晚我们俩首先都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我们俩也都觉得现在信息很发达，卫星图啊，然后媒体上的消息啊，自媒体的消息啊，然后芬兰这边也是有很多的俄罗斯人都在这边工作生活。那如果真的是有什么风声的话，现在在这个网络和社交网络这么发达的时候，是虽然我们作为小市民，但是也还是应该能够接收到的。而根据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情况来看，他之前都排兵布阵、布局，调军队、调武器什么的，也都准备了五六个月以上。所以我觉得，至少如果真的要开战的话，提前一两个月总是有一些风声会露出来的。所以我和我老公就达成了一种情况的假设的条件，是我们可能会在那个时候决定究竟要不要离开芬兰。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我要做的就是准备家里的这个应急包。之前我在搜索的时候呢，很多渠道都推荐可以来这个72小时72 tuntia Dofi， 这个 tuntia 就是小时，就是它这个网站呢，就是专门给市民提供信息，是一个芬兰网站，告诉大家如果发生某一些不可抗拒的危害情况发生，停水啊、停电啊，它不只是针对战争，也有可能是刮大台风、大暴雪，也就是反正就是一些平常不太发生的情况，然后呢，应该怎么去应对？然后它里面有这个小册子，这个 PDF 文件的。那基本上呢，我最主要的就是看这个 Home Emergency Supply Kit， 就是家庭应急包，这个清单，根据里面呢，准备水呀、食物呀，还有电池以及要使用电池的这个手电筒啊，收音机，然后充电的设备，药物、碘片、清洁用品，止血贴什么的。像这个网站和这个接下来的这些相关信息的网页链接，我都会放到视频的描述栏，方便大家也可以去查找一下。这里是我买的好几瓶大水，算起来有50公斤。然后呢，这边是我根据那个紧急清单，前两天订购的罐头、干粮、饼干，
基本上就是按着那个清单来做的，肉、菜、水果，然后原则就是都是不用做的，拿起来打开了就可以吃，这种罐头水果。燕麦奶，这个是牛肉罐头，还挺好吃的，我平常做饭也都用它。饼干，婴儿食品。其实我家的小朋友早就不吃婴儿食品，但是它就方便嘛。然后荷兰这边都是有这种配好的，有肉有菜 ，pasta。还有个手电筒，我家是没有手电筒的，然后我就想着手机的手电筒吧，也不太靠谱。那有手电筒呢，也会买电池。还有个就是消毒水。止水贴什么的药品肯定是要准备的。还买了这个碘片，以防万一。好像几个星期前这边的药房都卖断货了。前几天去的话就又有了。第3件事情我着手做的呢，就是查找离家最近的防空洞。首先我是到这个赫尔辛基城市的官方网页里面去找相关信息。因为芬兰和俄罗斯之前在60、70年代打过仗，所以呢，其实在赫尔辛基是有很多这种防空设施的，特别是在60、70年代起的那些楼房，几层的楼房，他们底下的那个 basement，就是负一层，平常会做储物室，放单车之类的，但是里面也有部分这种楼房，它底下是专门会有这种防核、防空的、空袭的这种掩体或者是就是小防空洞吧。但是因为我家住的楼比较新，也不是楼房，所以是没有这样的楼内的防空洞。所以一开始我还很羡慕那种住在市中心比较老房子的那些人，想着哇，如果真的有空袭什么的，直接到负一层去躲一下，还不用四处出去跑，还危险，多好呀！然后呢，他们那些老房子里面，也是有那种淋浴的设施，也都有的。就是万一如果有核弹什么的，那个核污染飘的四处都是的话，你是需要淋浴的。然后老房子的这些地下室都是有相应的设施的。那像我这种没有的话，我就要找离我家最近的这种公共的防空洞是在哪。那和新基城市主页这边是有给出一些信息的。然后呢，我就去到了这个赫尔辛基城市服务地图，是这个。如果你在这边搜索栏搜这个 bomb shelter， 就是防空洞吧，然后就会在这里能看到有好多。你像在这个市中心的话，有14个大型的点。那我家是在比较靠东的部分，然后我就找到了离我家最靠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公共防空洞。好，我们现在到了，就在我们的右边，下车看看。就在我们这里。这里现在是做一个停车场的，你看到它上面有一个60欧元的违章停车的罚款标志，然后呢，上面橙色的这个橙色的大标志，就是芬兰防空洞设施的一个标志。我刚才试过了，想进去进不了。现在来到这个防空洞的另外一边，下去看看，另外一个出入口。
就是这个地方了。一样的，你可以看到上面也是有这个橙色的一个防空洞的标志。这边就是另外那个大停车场的另外一边。然后呢，也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居民楼。这边这个其实是地铁站，地铁站的另外一边。之前说过了，这个如果真的有轰炸啊，或者是轰炸的话，还好，地铁站还是不错的选择吧。但是如果真的有核弹的话，地铁站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是要到这种专门的防核弹的防空洞。这边如果我走过来的话，也需要10多分钟的。那最后沉淀了几天，我觉得对最坏打算我都大概做了个心理建设和准备啦。那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乐观，每天吃好玩好睡好，该浪就出去浪。好啦，谢谢观看这期视频。下面我也要去给5·1我们出去旅游的事情订票订酒店啦。欢迎下期收看，阿姨在这里先谢谢你们点赞转发订阅。如果你有什么对芬兰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评论栏提问，会尽量详细回答。感谢支持，拜拜。